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官宣冲上热搜，3个字大方回应网友，这次终于选对了。6月23日，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国电视剧最高荣誉白玉兰奖获奖名单出炉，雷佳音、吴越分别凭借《人世间》县委大院获得了视帝和视后。结果揭晓后，不少网友都为两人感到高兴，毕竟雷佳音和吴越都是公认的演技派的，此殊荣确实是实至名归。但与此同时，赵丽颖3次陪跑的消息也被顶上了热搜第一。其实，早在颁奖典礼开始之前，网上对于此次最佳女主角的人选就已经讨论得热火朝天，尤其以赵丽颖的呼声最高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这已经是赵丽颖第3次提名白玉兰了。此前2次，她分别凭借《花千骨之否》入围，虽然没有得奖，但至少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而今年，她携口碑演技双双爆棚的《风吹半夏》再次入围，众人不由得暗自期待赵丽颖这次能够得偿所愿。只可惜，最终还是遗憾落败。因此，颁奖典礼结束后，赵丽颖3次陪跑白玉兰迅速引发全网热议。不少黑粉趁此机会嘲讽道：“又陪跑了，就这还吹嘘演技好呢？”无数的恶意奔涌而来，喷子极尽所能的弯酸。然而，对于网上的种种议论，赵丽颖只用了3字回应：继续跑。格局大小，高下立判。我们知道，赵丽颖是娱乐圈公认的拼命三娘，不闹绯闻，只专注于拍摄好作品，更被媒体赞为青年戏骨。这次虽然没有拿奖，但正如她自己所说，世界观众的心中我是小谷，是明兰，是楚乔，是许半夏，但更重要的是我是中国女演员赵丽颖。也幸好，仍然有不少网友支持她，认为她终于选对了未来前进的方向。没拿奖也超级棒，3提白玉兰已经超级棒了。好的角色永远不是被奖项定义的，未来不管是许半夏还是赵丽颖，都会披荆斩棘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大女主之路。我爱你。是啊，赵丽颖从来就是自己的大女主，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系统的学过演技。在成为演员之前，她当过餐馆的服务员，也在路边发过传单。可她仍然勇于抓住机会，硬生生为自己砸开了演艺圈的大门。和很多出道即巅峰的演员不一样，没有资源、没有背景的赵丽颖，只能从跑龙套开始。而这一跑就是5年，在这5年的时间里，她每天都会跑剧组，1年365天，她几乎有300天都在剧组。虽然很累，但一想到自己的梦想，又浑身充满了干劲。就这样，不论是丫鬟还是其他龙套角色，她几乎演了个遍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群演，但赵丽颖仍然会认真对待。从前那青涩的演技也慢慢有了进步。终于，2011年，她迎来了人生中第1个大热剧的女配角，在《新还珠格格》里饰演温柔大方的晴儿。随着这部剧的播出，赵丽颖虽没有大红大紫，但好歹有了一点知名度。时间来到2013年，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励志剧《陆贞传奇》上映，她在剧中饰演聪明睿智的一代女香陆贞，这也是她担任女主角的第1部剧。那年《陆贞传奇》史无前例的火爆，赵丽颖的名字也随之变得家喻户晓。从籍籍无名的龙套演员到爆火剧的女1号，赵丽颖花了7年时间。然而，即便她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只能到处去求戏的小角色，可她对自己的要求却不降反升。别的流量小生小花因为数字表演抠图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她因为不用替身从马上摔了下来，造成了永久性的腰伤。
作为圈里的拼命三娘，就连朋友都劝她不要这么拼，身体最重要。但她却说，每个演员都有黄金创作期，我很害怕过了特定的年龄，一些喜欢的角色就无法再演了。你看，这就是赵丽颖，正是品尝过各种酸甜苦辣，所以更加懂得对机会的珍惜和把握。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，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但上帝会偷偷奖励努力的人。我想用这句话来形容赵丽颖，恰如是。在赵丽颖的身上，我们也看见了现代社会中独立女性该有的样子。有爱情的时候拥抱爱情，没有爱情的时候便拥抱事业。这几年下来，赵丽颖的口碑一直很好，她的名字自然也成了流量演技的双保障。虽然这次没能拿奖，但我相信含着泪向前奔跑的人，终将也会成为生活的强者，而她总有一天会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。03，记得曾看过这样一句话，杂志君十分赞同：人生海海，我们能依靠的唯有我们自己。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，没有谁能舒舒服服地享受岁月静好，每个人都在拼命向前冲，一刻也不敢停。当然，或许有人会说，成年人的世界太不容易了，我跑不动了。但杂志君想说，活在这世上，其实怎么也免不了要经受困顿、悲痛。可再怎么难过、哭泣，该做的事还是要做，该走的路还是要走。正如《千与千寻》中有一句台词，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，只要走的方向正确，不管多么崎岖不平，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。深以为然。人生就像一条曲线，有高峰有低谷，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与黑暗抗争，可以被打倒，可以被虐哭，但绝不能被打败。然而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些90后朋友们的中年危机却提前到来了。明明身体还年轻，可心态早已衰老。对于工作，几乎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态度，一不如意辞职报告就交上去了。网上也到处都是关于第一批90后的中年危机，90后中年危机的表现，看看你中了几条，90后的中年危机怎么破等等新闻。说实话，面对现实的压力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无奈与无力感。但如果因为不能抵抗这种压力，就纷纷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的话，是否对不起当初挑灯夜读的自己呢？请你相信，这个世界上从来不会有奇迹，有的只是你努力的轨迹。04，就像李明勇，一路从农民工逆袭成高校老师。由于从小家境贫寒，母亲病重去世且欠下不少外债，导致李明勇不得不放弃学业，早早外出打工。初中刚刚毕业的他，便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。起初，他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工、木匠工，后来又回到老家帮父亲养殖鸭子。再后来，他有了一个在大学里当门卫的机会。初中学历的李明勇一直不甘心自己止步于此，当他来到大学后，便在工作之余疯狂吸收知识。他尤其热爱美术，那时他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，只待来日开花结果。为了离美术更近，他经常一边工作一边读书，通过自学、向老师请教、函授学习等方式，经过成人高考，考取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专科班、中文系本科班，而后通过3次考研，终于考取贵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，继而成为了一名美学专业的大学老师。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生生不息、积极向上的力量。事实上，我们很多人都曾有过实现理想的雄心和抱负，只可惜，大多数人都被明日复明日、明日何其多给消磨得干干净净。但杂志君想说，历史从不等待犹豫者、观望者、懈怠者和软弱者，
如果可以为了梦想拼尽全力，即使结果仍然不尽如人意，又有什么大不了呢？所以，与其在当下不知所措，不如早点成为自己的主宰，诸天万界为我所用。